年1月5日，比亚迪举办了全新高端品牌仰望新品发布会，并演示了仰望2款车型配备的4轮独立轮边电机，称为毅力方技术，能在非铺装路面上通过4轮4电机的独立扭矩控制，实现原地360度转向。无独有偶，在刚刚结束的2023年美国 CES 电子消费展上，现代汽车亮相一辆能螃蟹横行的汽车——艾尼克5样车。这辆电动车搭载轮毂电机，能4轮独立90度转向。具体表现如何？本期影片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能让汽车横行霸道的 eCorner 技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为了让汽车能横行，现代汽车旗下的摩比斯，一家为现代汽车开发零部件和自动驾驶的公司，花了数年时间开发了 eCorner 转向系统。该技术是摩比斯的心血结晶，在2018年 CES 上首次亮相，并于2021年 CES 上展示了专为 eCorner 系统设计的样机，名为电子桨模组 eCorner Module 的新技术，其可以让车辆的轮胎最大进行90度的旋转。2023年 CES 则搭载到艾尼克5上，作为样车向世人展示了完整的技术。可以看出，该技术已经比较接近量产。摩比斯透露，2025年上市的车型将搭载该项技术。从目前的官方图片推测， eCorner 应该包括4个轮毂电机、1套悬架机构和线控控制装置，这让每个轮子都可以独立驱动、停止和转动。如下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连接到某个铝铸件上的悬架上下臂，以及埋在车轮内的某种转向节，还有黄色的高压电缆。整个组件看起来像是连接到顶部的执行器，这可能是转向装置。整个组件在旋转后车轮时依然保持垂直。由于每个车轮都可以独立旋转，因此当车轮旋转90度时，艾尼克5样车可以实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驾驶动作。螃蟹横行对于平行停车特别方便，同时还能节省更多停车位。汽车还可以原地旋转，沿对角线行驶，或仅通过转向后轮绕前轮转动。凭借在所有4个角的转向运动范围，它使 SUV 具有与大多数叉车相媲美的机动性。灵活的机动性在街道狭窄或多急转弯的城市提供便利性，尤其在狭窄的城市空间停车时，它绝对是很多司机的救命稻草。当你需要快速掉头时，它能提供原地转弯功能，车轮以大约45度的角度旋转，从而使车辆实现原地360度掉头。此外，这台艾尼克5样车可以像悍马 EV 一样对角线行驶，让车辆斜着移动，还有一个枢轴转动功能，前轮保持直行，而后轮转动90度，类似于原地转弯功能，但转弯半径似乎更大一些。这种技术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，另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。但与此同时，这项技术也面临着多项挑战。首先是来自轮毂电机技术的难点挑战。eCorner 是基于轮毂电机的进阶版，因此继承了轮毂电机的挑战点。一、簧下质量大大提高，将对整车的操控、舒适性和悬挂的可靠性带来巨大影响。所谓簧下1公斤，簧上10公斤。二、成本问题，高转化效率、轻量化的4轮轮毂电机成本居高不下。三、可靠性，将精密的电机放到轮毂上，长期剧烈上下震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带来的故障问题。四、制动热量与能耗问题，电机本身就在发热，制动时发热也更大，如此集中的发热对散热要求高。其次是来自被动安全的触碰挑战，在碰撞中，保护成员是汽车的一项重要功能。如图，红色框是乘客舱，当汽车发生碰撞时，我们希望它不变形，或者变形量尽可能小。蓝色是前后纵梁和前后保险杠连接，能在车辆碰撞时发生可控的变形，以吸收冲击能量，同时将动能向后传导。车轮转向时需要占用车辆横向空间，一般转向轮为45度左右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车轮发生90度转向，那么车轮向车身内部的横向侵入量就更大，前后纵梁将向中间收拢。纵梁间是放动力装置的，对于燃油车是放发动机，纵梁宽度太小，将限制发动机排量或者缸数。对于电动车，纵梁宽度小已经不是问题了，问题在哪儿呢？先看图片，
假设把2根纵梁直接放中央，碰撞时发生什么情况？是的，防火墙那里的钢板受到的弯距更大，纵梁更容易推进乘客舱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需要进行加固，因此重量加大且更昂贵。也就是说，搭载了 eCorner 的车辆会让碰撞安全工程师更加头疼。最后，后轮转向需要腾出的空间，这也将侵占后备箱容量。看看图片就知道，与普通车相比，螃蟹横行的后备箱容量小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这点工程师也挑战不了，只能妥协。尽管螃蟹横行技术还不成熟，且要求车辆性能进行妥协，但是横行霸道的移动动作已经足够让人眼前一亮且印象深刻。那么，现代的螃蟹横行技术和比亚迪的 E4 方原地掉头，谁能更胜一筹呢？首先，小编需要声明一点，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的，而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，发现有网友拿2者进行比较。当然，这也比较好理解，只有对比才能看出差距。如果让小编选，我肯定选螃蟹横行技术，但2种技术存在根本差异，一个已经量产，一个还是实验室阶段，所以其实没得比。而且，比亚迪的 E4 方技术原地掉头只是它的一部分。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，比亚迪 E4 方电机驱动有以下这些技术亮点：一、超强的动力输出。E4 方技术的核心就是4电机，单个电机的峰值功率高达220至240千瓦，单电机峰值扭矩也高达230至420牛米，可实现3秒级100公里加速。从仰望 U8 的动力信息来看，车辆所搭载的 E4 方电机最高可输出1100匹马力，轮端扭矩可达17000加牛米，100公里加速仅需3.6秒。至于仰望 U9， 100公里加速则有望突破到3秒以内。2、可实现4轮独立控制。E4 方电驱总成主要分为前双电机总成和后双电机总成，单一电机总成又由左右2个电机组成，因此也就可以实现4轮动力以及扭矩的独立控制，使得车辆的4驱系统具备超强的越野能力。依托 E4 方的4轮独立控制，车辆除了可以实现原地旋转掉头以外，还可以通过4轮转速差，将仰望 U8 这种全尺寸 SUV 的转弯半径控制在12米以内，并通过输出反向扭矩获得超1G 的制动减速度，能够不依靠刹车就实现100公里40米的制动距离。3、高效的融合感知能力。有了4轮独立控制能力，怎么对4个独立电机进行精准且多样化的控制也是个问题。对此，比亚迪的 E4 方就搭载了高效的中央域控制器，通过全身38个高精度感知元件获取实时路面信息。中央域控制器再与各分级控制器实现实时信息互通，高效协同，最后对4电机的独立控制做出准确的决策。如果说4电机代表着 E4 方平台强健的4肢，那么中央域控制器就相当于 E4 方平台的大脑。4、800伏特 SiC 碳化硅电控模块。不管是传统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，极致的动力往往会在持续输出的过程中发生衰减和损耗，而 E4 方的解决方案则是自主研发的800伏特 SiC 碳化硅电控模块，可提升 50% 的电流输出能力，100%的功率密度和 3% 的工况效率，模块的最高工作效率高达 99.5%， 具备高效的运算能力和控制速度。除了能够传递中央控制器的控制指令，实现精准的4电机控制以外，即便是在长时间的持续大电流输出后，E4 方电机同样能够提供最大动力输出，衰减和损耗都将降至最低，可帮助车辆长时间驰骋于复杂路面以及赛道上。以上就是比亚迪 E4 方电机驱动技术深度解析。在800伏特 SiC 碳化硅电控模块、高效的中央域控制器以及多个传感器的加持下，E4 方电驱就能够依靠超强的动力输出和4轮独立控制，获得超强的行驶性能，并实现原地坦克掉头、应急浮水、大角度沙漠冲坡、单车轮爆胎保持高速行驶等等。虽然很多人都认为 E4 方就是一个极致的性能平台，毕竟纸面数据确实十分惊人，但实际上 E4 方平台是通过上述技术亮点，让车辆在极限环境下保证极致的安全，并在此基础上释放极致的性能，因此官方才会将 E4 方称为安全技术平台，而不是性能平台。好了，
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两种技术大家更倾向哪个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